好剑法，请坐，吃面。你要知道，能吃下这种面的人实在是不多。可是你并不是唯一的一个。我也要吃3碗面，1碗金花，1碗银花，还有1碗珠花。你有没有本事能吃得下？哼，试试就知道了。你是不是铁剑方正的门下？正是。那么你过来。我为什么要过去？因为我要杀了你。现在你不能杀他，他是我请来的人，而且还是有用的人。等事情办完了，随便你怎么对付他都行，反正他跑不了，我也跑不了。我要吃面，3碗面，3大碗。这是我跟别人约好的，只不过是为了确定他们真的是我要约的那些人。可是你不同，你就是烧成灰，我也不会认错的。你何必跟我说这些蠢话？老板，你这里有什么就给我来一点吧。豆腐干要多切一点，然后再给我来2壶酒，什么酒都可以的。面呢？你吃什么面？来几碗？哼，半碗都不要，我只想喝酒，不想吃面。你确定不是来吃面的？我们这儿倒没有准备什么好酒，啊，豆腐干倒是卤得不错。客官请先坐，好酒好菜马上送上来。
你说天地这么大，人却这么小，我们居然可以坐在同一张桌子上，算不算很有缘分？我请你喝杯酒，好吗？不好，我不喝酒。哎，那好吧。虽然一个人喝酒是很无趣的，但总比没有酒喝来得好。好，这是千古不变的至理名言呐。不好意思啦，今天不能陪你喝酒了。哎，我今天要吃面，吃3碗面，3大碗面。你怎么看不出来，这里的人不吃面的？你怎么连这点眼光也没有啊？我说你什么意思啊？是不是嫌我焦龄老了，吃不了你这3大碗面呢？今天吃不吃面无所谓，我就要让你看看我还有没有这个本领。看来你是酒瘾犯。这里的卤豆腐虽然不错，不过酒就太酸了。不如我们换个地方喝2杯吧。请。不能动，谁都不能动，谁动谁就死。这次我不能听你的，绝不能留下焦林的活口。这件事情关系重大，焦林已经知道一点了。虽然干他们这一行的人都很稳，那我们也不能冒这个险。就因为我们不能冒险，所以我们不能动。只要一动，我们这件事情必败。难道你怕焦林？焦林已经不行了。我怕的不是焦林，10个焦林都比不上那个人的1个手指头。难道是那个人？难道你怕那个打扮得像花花公子一样的酒鬼？一点不错，就是那个人。本来我也想把他给做了，幸好我及时地认出了他是谁，否则我们现在恐怕已经完了。那你是不是忘了我是谁？我知道你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我也知道你在巴山拜过一次之后，4年来连战7大剑派中的13高手连战皆捷。上个月你居然在一招间将点苍卓飞刺杀于剑下。在我一招之内死的，并不只是卓飞一个人。一招夺命是何等恶毒凌厉的剑法呀！可是你在一招间绝对刺杀不了那个人，天底下绝对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在一招间杀了他，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在100、1000、1万招间杀了他。
因为我记得他一生中从来就没有败过。他究竟是谁？楚留香。香帅，请。这是什么地方啊？哈，这里是一个可以让你住3个月的地方。如果你想住得久一点的话，也可以。我知道像你们这样的人，不管到哪里住的话，也不会超出3个月。我为什么要在这里住3个月呢？因为我相信大概没有人会想得到你会住在这里。而且也不会有人来这里打扰你。在3个月过去之后，事过境迁，我想那些人也就不会再找你。一个人只有1条命，没有命的人喝不了酒的。好。我仅仅是个日暮途穷的江湖之人呐。你看看啊，手已经不稳了。志气也在消磨。今天如果不是碰到你啊，我真的恐怕要倒在那个人的剑下。我已经是个无用之人了，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对我呀？哼，不为什么。我通常做事情都没有什么道理跟理由可言。哦，那你知道今天做面的一男一女他们是什么人吗？他们2个为什么要今夜把我们叫到他那儿去呢？哼，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为什么？因为我的麻烦已经够多了。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你到路上随便去找80个人来，把他们的麻烦全部加在一起，恐怕也没有我的1半多。可是你已经惹上一个麻烦喽。哦，你看到今天面摊上吃面的那个人了吧？杀人之快，要价之高，那可是江湖上没几个人可以比的，也没有几个人可以付得起他这样的价钱。你应该想得到吧？他们几个正要做一件非常机密的大事情。我多少总是能想到一点点。你想到一点点，他们就不会放过你。像他们这种人，多杀一个，他们是毫不在乎的。这一点我是知道的，只不过这些人看到我，总是会客气一点，因为他们多多少少会给我一点面子。为什么？因为我已经知道了，他们的人之中有一个人是认得我的。哦，哎呦，现在我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放过我呀！长长黑竹竿，剑下不留活口，连他都没有动我。来，喝。我今天才知道，他们怕的是谁呀？我焦离虽然落魄于此，但是我今天能够有幸认识你，
我是真想得到那个差事啊！我知道他们给钱不会少，至少吧，可以让我过上1、2年舒服的日子。他们要杀谁，这我也知道，那个人该死。虽然我焦林的手带着血腥，但是我不会拿一文不义之财。我这次呢，想得到这个差事，就是不想让自己饿死啊。今天我能够认识名满天下的楚香帅，我死而无憾呐。谢谢。你不会死的。一个不该死的人，想死也不会那么容易。就像我有一个朋友，他怎么样都死不了。很多人都认为他应该死了，但是他总是死来死去，都死不了。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见他了。哦，直到最近，又突然有了他的消息。什么消息啊？他要我去找他，去一棵树上找他。一棵树上？那种有树叶有树枝的树？正是那种树。他一直在树上，你的朋友等你去找他？我想他在那棵树上已经等了很久了吧，最少大概也有10-20天的时间了吧。哦，他就一直在树上等你。大概一直都是。哎呀，我不懂，我真的不懂啊。有的时候我也想到树上去坐一坐，打一壶酒，摘几个果子。可是要等朋友，总不会在那棵树上坐那么久吧？前辈，哎，不敢。如果你在那棵树上下不来呢？哦，这么说，你的朋友遇到了危险，他在树上等你去救他，你们一定是老朋友了。这棵树一定是你们经常见面的地方，而且你们也已经约好了，紧急时呼救的讯号，即使你不在场，你的朋友们看见了，也会想办法转告你。楚香帅真是交友满天下呀，朋友太多了。哎，这个屋子的主人也许就是你的朋友啊，要不然他怎么会收容我呢？啊？你讲的话比我告诉你的还要清楚的很多。看来我只能跟你说2个字了。啊，哪2个字？再见。你走我也走。我知道你要找的那个人叫胡铁花，我也知道你为了他可以把什么事情都放到一边。我也要找一个人，这个人跟我的关系远比你跟胡铁花要深得多。这个人是谁呀？我女儿，我亲生的女儿。我不知道她在哪儿，但我要找到她。你不知道你亲生的女儿，她究竟现在在何处？不知道，但我知道我有个女儿。我不应该去找她吗？你可以不去。为什么？因为我刚刚救了你，我真的不希望你再因为这件事情而丢掉了性命。更何况
你女儿现在身在何处，连你自己都不知道，你要如何去找她呢？我有办法。那你可以将你的办法告诉我，让我去找她，这样子你就可以自己不用去了。如果连我都找不到的话，我想你也一定找不到她。好极了，请看，心形的弯月。他的母亲生完他以后就跟我分开了。我的女儿在他的手臂上有一处跟这手帕一样的心形胎记。可惜呀，他们离开我以后就不知道去哪儿了。那都是18年前的事情了。但是我相信他们没有死，再难我也得要活下去。可是我也知道，这样寻找一个人太不容易了。幸好我知道楚留香这辈子没有办不成的事，我放心了。你为什么不让我到天上去摘一轮这样的月亮来给你呢？可是现在最让我担心的，并不是远在天边的这一弯新月，而是附近深山中一棵大树上的一个狗窝和一个躲在狗窝里的人。哇，真是没想到啊，几位都来了。喂，亲爱的好老婆，想把我带到哪儿去啊？嘿嘿，这次我的气力恢复了，就凭我一个人已经足够对付这4个黄毛小丫头，更何况那老臭虫一定不会走远。就算他现在坐在这辆马车的车顶上，我也不会觉得奇怪。哎，亲爱的老婆，来坐过来啊！来！哎，武坏，我是你的老公。哎，你总不会谋杀亲夫吧？嗯，不知道从哪里才可以弄点酒来喝啊！就算酒里有迷药，我也照样会喝下去。上次呢，是我们用迷药把你逮回来的，你落在我们手里，心里一定不舒服吧？在你那个狗窝里，那个又奸又诡的楚留香趁我们不注意，占了我们一点便宜。你心里一定认为我们全是好欺负的人，所以这一次我们就要凭真功夫跟你动手了，要你输得口服心服。我们只问你，如果这一次你真的败了，你准备怎么办呀？如果你们一定要凭真功夫跟我动手的话，我也只好奉陪了。如果我输了的话，随便你们要怎么样，我都二话不说。好，谁都知道你胡铁花是江湖中1等1的高手，你自己所创的蝴蝶穿花72式，更是江湖中难得见到的绝技。好，就让你见识一下。看谁笑到最后。喂，老臭虫，不要来得太快啊！等我玩够了再说。如果你觉得这是件好玩的事儿，那么我保证，你马上就会觉得不好玩了。
你快出来吧，我不玩了。你就认命吧，这一次，就算是忽然变成老头子的楚留香，也不会再来了。什么老头子？哪个老头子？你以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正好亲眼看见他走进崔大娘的店里去，也正好亲眼看见那个老头子走出来，跟你坐在一起吃包子。难道你还以为我们看不出来那个老头子就是楚留香吗？难道你以为我们是猪啊？哼，你们怎么知道那老头子不会来啊？因为我们早就准备好几个人去对付他了。如果他现在还没有死的话，那么他真是够幸运的。你们怎么知道死的那个一定是楚留香？不是楚留香又怎么样？这杀错个把人，不是很平常的吗？哼，杀错了又能怎么样？呵呵，哎呀，那实在太平常，就算杀错70、80个人也没什么关系。只不过以后你们想起这种事的时候，晚上也许会睡不着觉，那些冤鬼会来找你们。你放心，我们晚上睡得都很好。哼，就算你们睡着了，说不定晚上也会梦见那些冤鬼来索命的。鬼才相信你呢！哼，你可以不相信我的话，但是不要不相信有鬼。一个大男人怎么可以骗小姑娘呢？楚留香，酒鬼，快抓住一个，抓住一个就好了。哇，这么漂亮的小姑娘，为什么要把自己弄得像油鸡一样啊？为什么要把自己全身上下都抹上一层油啊？如果我将来娶老婆，只要她身上有一点油，我就用大板子打她屁股。哼，的确有个人该打，唯一应该被打的那个人啊，就是你。哎，对，啊，我是应该挨打，我连一个都没抓住。可是你呢？你是干什么的？你又不是没手，你自己为什么不抓？哎呀，我说你啊，为什么就不能用点脑筋想想啊？像我这么有身份的人，怎么可能去抓女人的腿呢？啊？哎，有件事啊，你真的不应该啊。什么事啊？刚才你骗他们跟你说话的时候，明明就有好几次机会可以把他们制住，至少也可以制住其中2个。他们的招式有那么多破绽，你却像瞎子一样什么都看不见。我怎么会看不见呢？只不过呢，我虽然不像你这么有身份，但是我还是有一点身份嘛。我怎么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往一个大姑娘的那个地方出手啊？嘿嘿，你呀，你，哎，你怎么知道我那时候有机会出手呢？难道那个时候你已经来了？如果我没有来，我怎么会看见？如果我没有看见，我怎么会知道啊？好极了啊！原来你早就来了，你早就躲在一边偷偷的看着。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好朋友啊，很有可能被人一刀把脖子给割断了啊？你却不出手，你惭不惭愧？哦，你说的的确有道理，惭愧啊惭愧，真的是非常惭愧。但是我一想到换作你是我的话，恐怕现在还在看，还没有出来。一想到这一点，我就连一点惭愧的意思都没有了。你怎么那么了解我啊？难道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啊？这4个小姑娘是什么来历？是谁指使她们来的？看她们的身手和机智，一定从小就受到过极严格的专门训练，训练她们来做这一类的事。能够把这些15、16岁的小姑娘训练得如此出色的人，当然也是个极厉害的角色。在他们的幕后，无疑还有个实力极庞大的组织在支持他们、指挥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如果找上了一个人，是绝不会就此罢手的。老实说，我自己都觉得该打，居然让他们全都给溜了。哎，我说你啊，你怎么不抓1、2个，光把他们的帽子给带回来，
难道你能从这几顶帽子里看出他们的来历？我根本不用盘问他们的来历。为什么？因为我本来就认得他们。他们都是铁剑先生在当初清理门户时被逐出师门的弟子，在江湖中流浪了多年，意志变得消沉，渐渐变得什么事都肯做了。他们这次只不过被那4位小姑娘花了1万两银子雇来对付一个白胡子老头的。我想，他们接到这单生意之后，到现在可能都不知道他们的雇主是谁。他们知不知道这个白胡子老头就是楚留香啊？应该不知道。如果他们知道的话，恐怕就根本不会接这单生意。就在你走出崔大娘的店，坐下来吃东西的时候，他们就能找到人来对付你。哼，这4个丫头的本事倒真不小啊！也许他们自己并没有这么大的本事，可是这附近一定有他们自己的人，而且这些人呢，神通广大，本事不小，所以他们做起事来才方便得很。唉，看来我还是和你分开来走好，而且我要先走一步了。为什么？我刚才扮白胡子老头已经被他们认出来了，我也没有法子再混下去了。哦，所以你又要去找那个崔大娘？难道她也是位精于易容的高手？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哼，胡大侠，你没有听说过的事情本来就很多。哼，喂，你这次准备要她把你变成什么样子啊？这一次我是真的不能告诉你了。哦，总之是你从未见过的人，或许连我自己都从来没有见过。有可能是一个小老头，有可能是个大复古，也有可能是条山东大汉，也有可能是个文弱书生，甚至也有可能是我的至亲。反正我会一直在你身边的。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的安全。如果连你都认不出来那个人是我，那么他们也一定认不出来那个人是我。哎，这样我才能好好保护你。你说，我是不是对你比你妈对你还好得多呀？是。你在笑什么啊？从见到你就一直在笑。我忽然想到一件非常好笑的事，哎，如果这次啊，你要扮成一个大姑娘，哎，说不定就会有很多的男人会看上你。如果有个采花大盗，啊，对你动手动脚，那就更好玩了。哎呀，真是太有意思了！你不觉得好笑？哎呀，好了，你再跟我说最后一次，你变成什么样？你猜啊？喂，哎呀，我说你怎么这么小气啊你啊！我保证一定不会告诉别人。不好意思。干嘛？解释让开！哎呦！嘿嘿。喏。哎呦，客官不行啊！你干嘛？咦，哦，这把扇子是你的？啊，不好意思啊。神经病吧你？嗯。
哎，客官慢用。楚留香这小子，现在也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了。难道真的以为我会认不出他来？哼，就算那烧成灰，我也一样认得出。哎，胡铁花，你还是一表人才，不输给那个老臭臭的。来，干一杯！头儿，今儿个卸了货，交了标，咱们兄弟们可以乐呵乐呵了吧？去，要最好的酒，最好的菜。兄弟们今天一醉方休。钱财嘛，本就是身外之物，我们天天刀口上舔血，不及时行乐，难道要把银子带到棺材里去花吗？还是头儿大方。走，赶紧去。兄弟们，今儿头儿请客，大家一醉方休啊！好嘞，一醉方休。哎呀，好奇怪的味道，是好几种很特别的草药混合成的味道。这几种草药都是用来治疗外伤的。如果一个人要是把这些草药都配在一起，配成一帖药来治伤，那么这个人受的伤一定不轻啊！受了重伤，很可怜呐，但是没有朋友更可怜。哎，如果我不是一堆麻烦事缠身的话，倒真想过去跟他喝酒聊天，交个朋友。或许他的敌人来了，我还可以帮他抵挡一阵子呢。这菜不错吧？行，哎，客官，客满了。外面有5位兄弟鬼鬼祟祟，可否进屋一叙？哼，黑竹竿不愧是黑竹竿，受如此重伤，耳目依旧这般灵敏。不知我何时得罪了几位？你的记性真够差的。你1个月前杀过什么人啊？你1个月吃过几顿饭，我就杀过几个人。你让我从何记起啊？哼哼，好，我就让你死个明白。点苍卓飞刺。哦，点苍派的人啊？错，如果我们是点苍派的人，你怎么可能全身而退呢？原来我们是一样的人。看来有才也没有用啊，还是要自己跟自己喝酒，闷啊！平阳被犬欺，不过今天我就算拼了这半条命，也要把你们几个留下。好，好一条硬汉，我就喜欢跟你这样的人交朋友。各位，哇，你们4个人对付人家1个啊，不对，应该是半条人命，
你们要不要脸呢？你问我们要不要脸？你要不要命啊？这些人的武功远比我预料中强得多，但是我胡铁花也一定不会败在他们手里。我还有杀手锏。姓楚的，你说你会在我附近？老臭臭，快出来！姓楚的，你说的是不是楚留香？你想拿他来吓唬我们？我吓什么人啊？你们4个没有一个像人的，我是吓鬼。老楚楚，你终于来了！这次我总算认出你来了。我就知道你会来得很快。因为刚才这4个人，没有上一次那4个姑娘那么漂亮。其实就算你不来，我也可以打败这4个人。不过你既然来了，那就留2个给你喽。你可太客气了，我真应该好好的谢谢你。哎呀，糟了！这个人竟然不是老臭臭。哎，我姓白，就是白面书生那个白，也是白玉、白雪、白云的那个白。我的名字叫白云生。阁下若是把我当做别人了，那就是阁下的错。看来是我错了，我不该把你当成他，他根本就不是人，是一个缩头乌龟。一直躲到现在也不出来。胡铁花，你急什么呀？我保证他们绝不会动你一根汗毛的。你要是死了，还有谁肯把那位公主护送到始天王那儿去啊？阁下，莫非是胡铁花胡大侠？正是。那今天的事情实在不好意思。抱歉了。看在胡大侠的面子上，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不会动一根汗毛。今日就此告辞，他日后会有期。嘿嘿，你这个老臭臭啊，真给我说中了，扮成大姑娘。我的妈呀！你是花姑妈？你这个小王八蛋，你居然现在才认出你妈来？你说你该不该打？我的妈呀！你怎么瘦了这么多啊？你的肥肉呢？有了你这么个宝贝儿子，你妈能不变瘦吗？哎，我说你怎么就不能对你妈好点呢？我对你还不够好啊！我每年送一车好酒给你啊！你就会交一些酒肉朋友，成天醉生梦死，你就不能来看看你妈呀？不是我不愿意看你呀，你不是也不愿意来看我吗？所谓的眼不见心不烦，我们娘俩还是保持距离，我觉得比较好啊。还很会强词夺理。什么时候带着媳妇儿来看你妈呀？你饶了我吧。好家伙！果然是条硬汉，受了那么重的伤，还能够撑到现在。我看你呀，真是对什么人都比对你妈好。我要是受了这么重的伤，
我看你一点都不会心疼。哎，我的妈呀！你这个时候还吃什么干醋啊？赶紧想想办法，弄些治伤的药来吧。这个女人还是有可爱的地方嘛，总比那个缩头乌龟要可爱。你这个小王八蛋！我刚才听你说，我只比那个乌龟可爱一点。不，我不是说你比那乌龟可爱一点。其实我说的那乌龟啊，它也是一个人。平常啊，它是蛮可爱的。今天我就是搞不懂，它怎么变成一只缩头乌龟了？不对，老臭虫应该就在附近呢，因为他曾经跟我说过，他一定会出现在我身边。奇怪的是，他今天怎么连个影子都没出现过呀？难道老臭虫出了什么事？你说的是楚留香吧？平时你快死的时候，他都会出来救你。他之所以今天没有来，是因为你今天死不了。我为什么死不了？就算只有姓白的那一个人就可以要我的老命了，我怎么会死不了呢？你死了没有？我，那个白公子是很可怕，我都怕他，怕得要命。以他的武功想杀人，简直像刀切豆腐一样容易。可是他不会杀你。为什么？因为你是胡铁花，因为他知道送玉见公主给始天王做老婆的人就是你这位胡大侠。你这么好的人，他怎么舍得杀你？他恰巧还是始天王的干儿子。你听着，这是你付给我的，现在我还给你。虽然这是我第一次退钱给别人，既然收了人家的钱，就不该退，退就得付点利息。我低估了石帮主，所以才会收你的钱，这是我的错。我应该付利息给你。如果你认为我付的还不够，不妨把我这条命也拿去。因为我没有钱付给你，你也应该知道，像我这种人，常常都会把钱莫名其妙的花出去。你知不知道，你赚的是卖命的钱？我知道，就因为我知道，更要把钱花得快一些。我要你10万两，因为我值10万两。如果我不行，别人更不行。我劝你绝对不要再找人刺杀石帮主。你为什么要劝我？因为你不管找谁都是没有用的。
天下没有任何人能碰得了他一根毫发。我亲眼看见这次跟我去的兄弟全都惨死，我不想再看到我的同行死在他的手里。一个像黑竹竿这样的硬汉，本来是绝不会说出这种话来。我能够了解他现在的心情，但是现在黑竹竿的血已经流得太多了，而且他看见别人流的血也太多。他这一生就好像是无数个噩梦串起来的，这样的人生是多么的悲哀呀！原来他不是缩头乌龟啊！在外面看着我喝酒，自己却没有酒喝，这种事他怎么受得了？不赶快去找点酒喝怎么行啊？老臭臭，只可惜今天我不能陪你喝了，希望你能遇到一个漂亮的女人陪你。客官慢用。这个东营的忍者为什么会到江南来？他们的任务通常只会有3种：偷窃、刺探和谋杀。这一次他的任务是什么呢？既然花姑妈在此，对付几个刺客应该问题不大。一会儿再回来看他吧。看来这个忍者已经把这个院子前后左右四面都查看了一遍，而且看得非常仔细。他究竟想去哪儿呢？我是不是很好看啊？你看够了没有啊？我当然没有看够，我还想再看，看得更清楚一点。那你为什么不进来看呢？外面那么冷，别着凉了。他怎么会在这里？你故意不把门拴好，就是让我进来看你。像你这样的美男子，也不是时常能遇到的，是不是？你认识我？我没有见过你，不过你这身夜行衣，江湖上也只有一个人敢穿，也只有他一个人配穿。
哦，因为这个人虽然骄傲，可他的确很有本事。他的轻功可是非常了得，这一身夜行衣穿在他的身上，那就好像箭靶子一样，唯恐别人看不见他。是不是啊，银剑公子？你觉得我是银剑薛川新？如果你要不是的话，你也就看不见这么好看的我了，因为你早已经死过7、80次了。你用这种态度对付别人，也许是一种很有效的战略，但是用来对付他，那可就很危险了。你叫什么名字？我叫英子。你见过樱花吗？在我们的家乡，春天到了，杜鹃还没有谢的时候，樱花就已经开了，开得满山遍野的，人就躺在樱花下面，把所有的烦恼也就忘却了。哎，真是可惜呀，那人他不是老胡啊。我对你这么好，你为什么要打我？你为什么趁人家洗澡的时候，把它装在箱子里面偷走？我本以为，只有像我这样的人，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你为什么跟我抢生意？你是为了他来找我，我到底哪点不如他？有那么一点。哪一点？他刚洗过澡，比你干净。哦，原来薛川新是为了另外一个女人来找他的。这位英子姑娘为什么要不远千里从扶桑赶到岭南，来偷一个洗澡的大姑娘呢？有趣。你说的没错，他是比我干净，可是天知道现在的他是不是还像以前那么干净。我告诉你，如果你要是再敢碰我一下的话，你找到的肯定是世界上最脏的一个女人。如果你要是杀了我的话，那我敢保证，你找到的肯定是世界上最脏的那个死女人。这回就对了，对薛川新这种男人，你一定要先抓住他的弱点，把他压倒。两个死女人，无论对谁都没有什么好处。我只希望他们两个能够干干净净、平平安安地活到80岁。那也就是说，你希望我带你去找他？是。然后呢？然后，我就会让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男人。走吧。他这么做，只不过是要把薛川新给骗出来。看来那口箱子一定就在这个房间里。喝酒啊！弟兄们，
今天这趟镖辛苦大家了啊！我敬大家！来，干！哎，当家的，来，哈哈，香帅，是你啊？你怎么来了？香帅，这箱子这么重，什么东西啊？哈，这个你就别管了。如果箱子里面的人醒来，麻烦你将这个手帕交给他，跟他说你是焦林的朋友，焦林是他的亲生父亲。叫他一定在这里等着，等我回来。好，我一定叫他等你回来。我们就守着这口箱子等你回来。不过你要早点回来啊！我的兄弟们可都想陪你喝杯酒呢。对呀，陪你喝杯酒。是啊。我还是去看看那个老酒鬼吧。这胡大侠可真够有名气的，今天晚上的客栈还真够热闹。原来他并不是个缩头乌龟啊，在外面看着我喝酒，自己却没有酒喝，这种事他怎么受得了？不赶快去找点酒喝怎么行啊？老臭臭，只可惜今天我不能陪你喝了，希望你能遇到一个漂亮的女人陪你。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死？因为我想让你死。要想别人死，就要自己先死。可是你还有机会，为什么不再尝试一下呢？胜就是胜，败就是败。既然败了，又何必再试？我一生纵横江湖，享受人间艳福，活也活够了，何必要厚着脸皮为自己证明？可是如果我不让你死呢？哼，楚留香，我知道你行，你有本事。可是，你真的以为你遇到的所有事情都可以办到吗？那你就错了，因为这次你就不行。我不是你的朋友，如果我比你强，刚才就杀了你了。你为什么要阻止我？我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你一定要阻止我。
不是我让你这么做的，你自己心甘情愿的。我不欠你。哎，你听到些什么？那些你本来不明白的事，现在是不是已经明白了？哼，最少明白了好几成啊！至少我明白这位薛公子和花姑妈是杜先生的人。他们两个正在为杜先生筹划一件大事情，而这件事情的关键人物就是焦林的女儿。就因为我见过她，而且熟悉她的来历，所以薛公子才会想要对付我的。就是为了想要知道这些事，所以你才故意被我迷倒。如果我不把你装进箱子里，当时就一刀把你杀了，你死得岂不冤枉？哼，我知道你不会杀我的，你还做不出这种事情来。唉，就算你要杀我，你也杀不死我呀！你用迷香来对付我，就等于用小牛腰肉去打一只狗一样，不但没有效果，而且简直就是浪费。你不怕别人点到你的死穴？难道你根本就没有学到？哼，我怎么会没有学到呢？我当然有学到，而且我的学到跟别人一样，只不过有时我常常会把穴道中的气血流动的位置给偶尔移动一下而已。哼，遇到你这样的人，算是我上辈子缺了德，这辈子也没做什么好事。这样，你帮我一个忙。我帮你什么忙呢？把我装进这口箱子里，然后丢到河里去。看来现在我已经没有办法再帮你的忙了。大概现在这口箱子恐怕没有任何人可以再装得进去了。这一定是你做的好事，你刚才一定在这口箱子上动了手脚。你为什么要这么做？那是因为我被装进这个箱子的时候，在里面我突然想到，被关进这箱子里啊，一点都不好玩。如果还有别人再被装进这个箱子里面的话，那么那个人肯定也觉得这是一件不好玩的事情。啊，如果你觉得对我有点不好意思的话，等一下，请你帮我一个忙喽。我能帮你什么忙？哼，等一等，你就会知道了。中原人真奇怪，为什么会如此轻易的就放过曾经狠毒陷害过他的人？在我们东阳，这种事是绝对不会发生的。有时候他们甚至会为了一点小事，就用长刀剖开自己的肚子。要他们宽恕别人，那简直是绝无可能的事。啊，对了，英子姑娘，不要发呆嘛。我看过樱花，我知道在你们那里，一到了春天，樱花就会开了。我也曾经和一位姑娘躺在草坪上看过樱花。唉，只可惜那位姑娘并没有樱花那么美，而且她的名字也不叫做英子。这些话都是我说过的，当时在场的只有我和薛川新2个人，怎么会被第3个人听到？而且还知道我的名字。哼，都说了你不要发呆了。我刚才好像听说英子姑娘肯出30万两来买这口箱子，不知道我有没有听错呢？你没有听错。哼，那么好极了，这口箱子现在已经是你的了。这次香帅你好像弄错了，这箱子不是我的，是你的。我记得香帅刚才好像出过3000万两，不知道我有没有听错呢？你的确没有听错，可是英子姑娘，你看我像不像是有3000万两的人呢？我看不出。哼，那好啊，那么我告诉你，我没有，我的确没有。所以我刚才说的那3000万两，
应该不能算数啊。这个箱子还是你的，而且我相信英子姑娘随时随地都可以拿出30万两来，是不是这样呢？我的确有30万两，我也愿意拿出来，只可惜现在这箱子已经没有了。哦，箱子没有了？箱子怎么会没有了呢？如果这不是个箱子的话，难道它是一块肥猪肉？哎，那怎么能不是箱子呢？哎，箱子就是箱子嘛，猪肉就是猪肉，猪肉就是剁烂了烧成红烧狮子头，有谁能说它不是猪肉呢？哼，花姑妈果然是个明白事理的人，说的话中肯极了。哼，好。能买到这么一口好箱子，真是我的好运气。银票是13万5千两，不够的话，这一袋珠宝应该可以补上。那么，现在我就要告退了。谢谢各位对我的关照，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好极了！哼，原来这个世上还有这么厚脸皮的，居然在这么多人面前欺负一个小女孩。老周周，你是不是穷的连脸都不要啊？为什么硬要拿人家30万两银子？我作为你的朋友，我的脸都被你丢光了。我现在想请你帮我刚才说的那个忙了。你让我怎么做？这30万两银子，你拿去吧。这银子是你的，你不该给我。哼，这银子不是我的，我也不会给你。我只不过请你拿去给万圣镖局那些死者的遗属们和黑竹竿啊。黑竹竿已经尽过他的本分，他有权分到他应该拿的那一份，只是我怕他不肯收下来。我很了解他这种人。他们的脾气通常都要比别人还要硬很多。这样的事情你不应该找我做，更何况我也不是做这样的事情的人。我这一生只懂得拈花惹草、持刀杀人，我从来都没有做过好事。可是为了你，这一次我破例，只此一次，下不为例。好，干得漂亮，这事儿干得漂亮极了。我想，除了楚香帅，大概天下不会再有第二个人能干出这种事儿来。唉，只可惜呀，我有一点不懂。这个东阳姑娘又精又鬼，又能受气，随随便便就能从身上拿出30万两银子。好多人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银子，她连眼睛眨都不眨的就给你了。这么个东阳姑娘，从东阳来到江南，我想她不会就来买这堆破木头吧？你们怎么就不留下她来问问她究竟要干什么呢？哼，今天晚上这里死的人已经够多了，我不想再多加一个人了。你问了她，她就会死？非死不可。为什么？如果史天王抓住了你，他一定要问你为什么要找人去刺杀他。
你是不是非死不可呢？老臭臭，不是楚香帅，你可不可以痛痛快快的打我一顿？你难道听不出来？我刚才是在骂人呢，而且骂得像龟孙子一样啊！哎呀，那你骂的那个龟孙子是不是我呢？不是你，我骂错人了。哼，那你既然骂的不是我，你肯定是骂错人了，心里一定难受极了。如果你现在让我打你一顿，你心里肯定会舒服很多。可是我告诉你，我就偏偏不打你，让你难受一下。哼，你这个老臭臭，真不是个好东西。从我认识你那天开始，你就不是个好东西。不过，有时候你还真他娘的是个好人。哎，花姑妈，我还有一件事情想请你帮一个忙。什么事啊？你是胡铁花的干妈，我还能要你干什么呢？我只是希望你帮我准备好一辆车子。你要什么样的车子啊？我要一辆很快的马车，最好上面有些酒和一些干粮。而且这辆马车，我希望是用4匹非常好的马来拉，最好用快马堂的马，每隔800里就要换一次马。我要你在1个时辰之内替我准备好我刚才说的这些事，对你来说应该不是问题吧？那我要是办不到呢？哼，那么我就非得问问你了，你为什么一定要杀我灭口呢？而且我会问得清清楚楚。哼，我要你这么做，只因为我要在一觉睡醒时就已经到了一个地方，而且见到那个我想见的人。我要去的地方你知道，而我要见的那个人你也见过。什么地方？什么人？玉剑山庄，杜先生。你喝醉了。你本来喝的就是醉人的酒，你就应该知道你会醉的。花开花落，花有开的时候，就会有落的时候。因为花就是花，既然不能不开，就不能不落。就像我们这些人，该醉的就非醉不可，该死的就非死不可。花开花落，人聚人散，都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人在江湖，
就像花在枝头一样，要开要落，要聚要散，往往都是身不由己的事情。我败了，这是我第一次败给一个男人。既然我已经败在你手里，随便你要怎么样都没关系。你果然来了，进来吧。史天王要的是一位公主，不是一个骆驼刺客的女儿。我要嫁给史天王，不但是我母亲的意思，也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无论是谁要来破坏这件事，时时刻刻都会有人去要她的命。我要你来，就是为了告诉你这一点。你现在是不是都已经明白了？是的。那么你就赶快走吧，永远不要再来见我，我也永远不要再见到你。
哎呀，你有完没完啊？啊？喂，好了没有？还没有。哎呀，你想说什么？我还有一件事情想要告诉你。江湖中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是最要好的人，人人都觉得我对你好极了。你遇到问题，我总会为你解决。说不定，连你自己都会这么想。不过，只有我心里面最明白，情况并不是这样子的。其实我知道，你处处都在让着我。有酒有菜，有好看女人的时候，你从来都不跟我争。我们一起去做了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成名露脸的总是我，而你拼完命之后就溜走了，溜到一家没人知道的小酒馆里，随随便便找一个女人，还要强迫自己说你很爱她，爱她爱到无法自拔。你这么做，只不过想要让别人知道我是楚留香。胡铁花怎么比得上楚留香呢？所以，风头当然应该让给我楚留香去出。但是我要告诉你，你错了。你不但错了，而且大错特错。你要知道，你胡铁花没有任何一点比不上我楚留香的。就算没有楚留香，你一样能解决问题，一样能活下去，甚至于活得比以前更好。老胡，如果你连这样的道理都不明白的话，你就不是人，你是一个蠢到家的大笨蛋。放你的屁！你讲的通通都是屁话，野狗放的屁都比你香100倍。现在我也要告诉你，我明白你的意思。如果你认为我不明白的话，你也大错特错。你明白我的意思？你明白个鬼呀！我怎么不明白？你就想瞒着我，自己一个人去找史天王拼老命，是不是？你承不承认？要是你不承认的话，我一拳打死你！就算我要去，又关你什么事呢？你去做你的事，我去做我的事，你在这里乱发什么狗熊脾气？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你真不是个东西。我不是个东西，你也不是，我们都是人。你不是人，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否则你怎么每次都知道我要做什么事情呢？因为我了解你，我简直比你老子还清楚你心里在想什么，你明不明白？好，你去拼你的命，我去拼我的。如果真的有人想要我们的命，绝对不容易。没错，你拼掉你的命，还有我的；我拼掉我的命，还有你的，谁都拼不完呢。谁都不行。嗯。
眼前的对手是纵横七海、不可一世的史天王，是个从来没有被任何人击败过的人。阁下是？我是东瀛第2高手，春雷之人。你就是人称中原第1高手的楚留香吗？但是据我所知，你最厉害的本领不过是逃跑术。那个叫做轻功。轻功？什么轻功？那么你听过井底之蛙的故事没有？故事没听过。青蛙呢，倒见过不少。哎呀，果然是井底之蛙。请站住！你已经激起我春雷之人的怒火了。今天就接受我的挑战吧！东瀛居合术。阁下的逃跑术果然不错，眼光也不差。我修炼的正是东瀛居合术。但是东瀛居合术发源于拔刀术，攻击与拔刀互为一体。你第1下伤不了我，你第2下想要伤我，可就难了。那就再试试看吧。你就是楚留香。哦，井底之蛙。什么井底之蛙？你杀了我弟弟。你弟弟？他叫春雷之人。我并没有杀他。哼，你没有杀他，他却因你而死，这与杀他有何异？在这种漆黑的环境下，最和我称霸东瀛的一击必杀聚合斩，只要我不动，楚留香一出招，就让他必死无疑。看来他也在等。东瀛忍者果然能忍，难怪叫忍者。这么久都不动，真是匪夷所思啊。